当众姓儒生和岳姓女子在谈论坠魔谷的诡异之处时，韩立已远在100里之外。剩下的路程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在数个时辰之后，他顺利地飞至了山谷的山洞内，再次取出了那枚2仪环。韩立在此宝的护送下进入了洞中的通道。穿过数里长的山洞并没有花费多长时间，不久韩立就走出了北极元光那段通道。看到有些发白的山洞出口，他心中微喜，快步而行。片刻后，韩立眼前一亮，人再次出现在了外谷的那个山崖前。韩立抬手望了望昏暗的天空，虽然看起来仍然不舒服，但比起内谷中那几乎无处不在的血色霞光来说，总算强多了。神识略一扫过附近之处，并没有什么异样的发生，也没有其他修士发现此处的样子。韩立这才微松了一口气，目光一转之下，落到了洞口处的崖壁上。没有迟疑的一扬手，一道青色法诀飞射而出，灵光一闪后就没入了石壁，不见了踪影。然后韩立二话不说，两手一结法印，口中低沉咒语声悠悠传出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。看似普通山壁表面，突然浮现出一层层青蒙蒙的光幕，将整片山壁都掩盖在其中。接着一团团小群金色织金虫从光幕中蜂拥而出，一块块大小不一的银色金块从虫群中纷纷掉落而下，有的拳头大小，小的只有豆粒般大。转眼间，韩立身前的地面上就聚集了一小堆出来，一块块仿佛银子般闪闪发光，只是有些半透明。这正是钢银砂原矿精炼后的结晶。开始几块落下后，韩立神色还是很平静。当地面上掉落的金块有10几块之多，他也不禁动容了起来。韩小子，此地的钢银砂矿脉比原先料想的还要多得多。看来老夫那几只研制的机关傀儡都可以用到这种材料融合炼制了。韩立脑中突然传来了大眼神君惊喜异常的话语声，一副情不自禁的样子。是啊，晚辈也没有想到，此处的钢银砂矿脉竟有如此之多，这次收获真是非同小可。当最后的一群噬金虫也扔下了他们提存的钢银砂结晶后，韩立看了看地面上的一小堆银灿灿东西，也是欣喜回应。袖袍朝地上一拂，一片青霞席卷而过，地面上空空如也，所有的钢银砂结晶都被韩立转瞬间悉数收进了储物袋中。接着又口中一声尖鸣，盘旋在低空的金色虫云一窝蜂似的飞泻而下，全钻入了灵兽袋之中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韩立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拍，一颗拇指大小的透明圆珠出现在了手中，一张口，一团青色灵气立即喷到了圆珠上。原本清澈异常的圆珠灵光闪动，随即一个黄豆大小的青色光点浮现在了球中。韩立目光闪动，盯着手中的圆球好一会儿，眉头微皱了一下，抬手朝四下望了望，辨认了下方向。他这才周身灵光闪动，蓦然化为了一道青红冲天而起，向着某个方向飞遁而去。虽然在飞遁中，韩立却始终单手托着圆球，并且每飞行一段距离必定低头看看此物，然后重新调整了一下飞遁方向。如此一来，韩立速度自然说不上太快，一路上不慌不忙地飞行着。飞行了数十里，路过一片荒野之地，韩立突然口中轻咦一声，遁光一顿地停了下来。随后韩立身形一沉，人在青光包裹中坠落而下。当离下边荒地30余丈高时，韩立身形再次停住，目光一闪，向下望去，只见一具1分2截的男修尸体横卧在正下方的荒地上，早已凝固发黑的血迹染红了附近的一大片地方，而这具尸体上看起来空空如也，本应该有的储物袋和法宝都不翼而飞。看来终于有人忍不住动手了。韩立看了此具尸体片刻，轻叹了一口气。他刚才确认过，附近并没有什么空间裂缝，
肯定是被其他修士斩杀。韩立没有在此多加停留，很快离开了这里，继续朝着某个方向前进。虽然他相信此刻谷中除了那2名元婴后期家伙对他能造成真正的威胁，其余之人应该不足为惧，但若是一群修士联手，并专门布置圈套针对他的话，危险同样不小。这种可能性当然几乎没有可能，但以韩立谨慎本能，以后的路上还是不由提高了一分警惕。小半日后，韩立并未碰见什么埋伏，倒是又发现了2具死在了隐形空间裂缝下的倒霉尸体。韩立见到他们残缺不全的尸体，只能摇头叹息。顺着圆球中灵光的指引，韩立终于出现在了一片茂密树林的上空。望着下方仿佛无边无际的葱绿之色和一棵棵参天巨树，韩立沉吟了起来。忽然间拖着圆球的手掌猛然握成拳，并略一用力，五指上青光一闪，清脆的破裂声随即传来。那看似透明的光球被韩立用力一把捏碎，化为乌有。圆球中那点青色灵光却没有消散，反而失去禁锢的轻轻漂浮在韩立跟前。去！韩立口中一声低哼，伸出一根手指一点着灵光，顿时这豆粒大小的青色光点开始朝着某个方向飞速移动。韩立则不慌不忙，紧跟着灵光寸步不离。1刻钟后，在密林的某处上空，灵光方向一变，斜向下飞去。韩立眼中金光一闪，人就随着紧飞落下。结果到了地面上时，那点灵光围着一棵参天巨树绕了几圈，竟一闪即逝，没入了巨树的躯干之中。韩立见到此幕，同样飞遁到了此树跟前，光滑一脸，双足落地，稍一打量此树2眼，抬手对准巨树就是一掌。砰的一声闷响后，所拍之处绿光一闪，一张青蒙蒙的符箓竟从树中浮现而出。韩立眼疾手快，2根手指一夹，就将那张符箓夹到了手中。看着指尖符箓，韩立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，接着手指轻轻一挥，扑哧一声后，符箓自行燃烧了起来，化为了一道红光，破空飞去。这一次韩立站在原地没动一下，反而双腿交叉盘膝而坐，并缓缓闭上了双目，好恢复一些因为赶路而消耗的法力。不久后，那道红光在密林中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中落下，片刻之后，一道光虹却蓦然冲天而起，直冲韩立所处的位置飞遁而来。惊鸿尚未接近韩立盘坐之地，韩立就有所感应，缓缓睁开双目，向惊鸿处淡然望去。一小会儿功夫之后，惊鸿飞到了此处，并在韩立上空盘旋了一圈，仿佛在确认韩立的身份，然后才俯冲而去。惊鸿方一接触地面就立刻消失，在韩立身前出现了一名一身白裙貌美的女修，仿若天上仙子一般。韩立目光一转之下，自然就落在了此女身上。紫菱姑娘来的倒是很快啊。快！我都在此地等了倒有数日了，这期间有6、7波修士搜索过此林，而且越来越频繁的样子。若韩兄再不来的话，妾身恐怕无法在林中待下去了。紫菱声音悦耳，却是有幽怨之意，人就婀娜地走了过来。韩立闻言笑了笑，看了看紫菱如同玉脂般的脸孔，目中闪动了一下。紫菱姑娘竟现出了真容，这倒是有些出乎韩某的意外。我以为紫菱道友一定是易容前来。我刚入谷时的确用的不是真容，但是用来掩饰真容的宝物似乎在追魔谷中受到了什么限制，竟渐渐失效起来，竟无法起到掩饰作用，也只好用真容见人了。怎么，韩兄难道觉得妾身容颜粗陋，入不得韩兄法眼？紫菱姑娘说笑了。好了，道友不必拿在下打趣，这里就是你寻到的第一处留有标记的地方。不错，应该是10有8九没问题的，因为原先的标记似乎被鬼灵门修毁去了，但能找到此处做出这种事情来的，反而更加说明此处没有问题的。
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沿着鬼灵门足迹先找下去，说不定让我们省去不少心思。一切都听韩兄吩咐。我早在1个月前就在那名鬼灵门弟子身上下了我们妙音门独有的标记。这种标记不是用法力所凝，而是用某种无色无味的奇香所留。此香范围不大，而且2个月内就失去了效用，但现在用来追踪鬼灵门下落却非常有效。紫灵道友费心了，我们出发吧，先追上鬼灵门之人，然后超过他们，先找到剩余的标记，这样一来，灵烛果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韩立也没有客气，点了点头，缓缓站起身子。密林中突然飞出一只银毛飞鼠，此飞鼠机灵在空中四下轻嗅一番，化为一道银芒，向某个方向飞遁而去。随后林中又有2道惊天长虹飞出，一个盘旋后，一前一后紧随银芒遁去。就在韩立2人随着飞鼠紧随中姓长老一行，鬼灵门门主和魏无涯等人却已翻过了那座巨山，出现在一片盆地之中。这盆地阴暗潮湿，地上遍布大小水坑，让这徒步行进的一行人大感郁闷。虽然可以施展一些小法术，将那些淤泥啊、污水啊全都挡在外面，但行驶的速度自然就一降再降。可这一次，无论是王天谷还是魏无涯，没有一人在抱怨什么，因为先前翻过巨山峰时，他们就居高临下，远远看到此处盆地中有那么一座貌似祭坛的庞然大物坐落。这一下，所有跟随鬼灵门门主到达此处之人，马上精神一振，将原先的怀疑抛之脑后。要知道，自从入谷以来，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完整的建筑。不用问，那里肯定不是寻常所在，多半和鬼灵门门主所言的灵渺园真的有些关系。所以一行人行动更加缓慢，却反而人人不急不躁。也不是没有不尝试用离地数尺的漂浮术行进，但唯一收获就是片刻后，天上一记血色闪电凭空而下，差点将那名修士的护身法宝击得粉碎。似乎越靠近盆地的中心，那净空的禁制越发严苛。如此一来，其他人也不再想什么投机取巧之事，只能排成一列慢慢前进。一名鬼灵门的弟子在前面开路，碰到灌木丛之类的东西挡路，几颗火球过去，轻易地开出一条小路。而走了大半日之后，一行人终于接近了祭坛，远远看到祭坛那庞大无比的身影。此祭坛完全使用白色山石砌成，四面遍布阶梯，整体高耸入云，足有数百丈之高，实在宏伟之极。只是祭坛有些远，又有些太高，实在无法看清楚上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。终于快到了，看样子顶多再过1-2个时辰就能走到那里。王门主，魏某现在对道友如何知道灵渺园的事情更加好奇了。魏无涯虽然同样步行而走，但是全身散发着淡绿色的荧光，轻轻一步跨出，人就无声无息滑出数丈之远，看起来轻松之极。魏兄放心，到事后王某肯定会向道友说明此事。鬼灵门门主微微一笑，仿佛不是很在意。魏无涯点了点头，正想再问些什么，突然走在最前面的鬼灵门弟子身上灵光一闪，身子一个踉跄，竟然从肩头到腰部无声无息被斜分成了2截，尸体也是跌落而下。空间裂缝！鬼灵门门主一见此幕，脸色大变。